赖清德任内第一本国防报告书出炉了。好，大家看到底什么？哦，要快速战备应变，而且要采取不对称战法。啊，第一篇叫战略环境。哦，台海情势越来越不稳定。第二篇叫坚实国防。哦，然后呢，我们要强韧我们的整体防卫，精进我们的国防力量。哦，改进我们的组织效能。第三篇叫和平基石，它有4大这个支柱。哦。那另外跟美国好啦，军事交流啦、智库啦、软实力啦等等啊。那另外呢，第4篇叫做国防管理，就是呢国军人力、物力、财力都要合理的分配、妥适的管理啊，这个努力的推动啊。这是赖清德的这个国防报告书。那另外，美国最近呢跟台湾的智库他们搞兵推啊，说呢台湾的天然气只够撑11天，那老共如果封锁你，可能就违反了战争法，表示宣战啊！不封锁你，但是我检疫，哎呀，这个船上可能有各种疫情啊，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两岸的这个健康啊，我上来检疫，然后检疫呢排队，排队给我上船去检，我可能这是我假设的，我可能只派1个检疫人员，2个检疫人员，然后检一个船就检查3天，从上穷碧落下黄泉，然后你们其他就给我排队，这么一拖以后，天然气就进不来了，那进不来怎么办呢？台湾就是要限电，你们不可以用电了，或者减少用电了，一天只能用这个8个小时。那你减少用电，年轻人就造反了。那手机不能充电，电脑不能充电，不能上网，你自己想想看会怎样？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电持久一点。那你一限电后，包括台积电啊，包括这高科技啊、AI 都要限电啊，那这怎么办？所以他就说呢，根本不需要打你，他只要用这种所谓软性封锁。那美国怎么办呢？他并没有出兵啊。那美国这时候派军队来打吗？逮他的检疫船吗？好像有点过分啊，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说呢，这个就是台湾的致命弱点啊，这智库这样认为了。那秃立雄就说，没关系，我们提升我们油料跟弹药的储备，我们水也多储备一点。原来水呢，只要给军人喝1年，现在我们学日本喝3年到5年，这个水办那边3年到5年给你们喝啊。那《华尔街日报》来警告过度仰赖 LNG 就是液化石油气，因为气体积太大了，所以把它液化小一点，但是还是很大储存还是很麻烦的。所以呢，陈金辉立委就轰了，说你赖政府只会协调传奇，因为他问人家说呢，这个我们来机动协调 LN 的传奇多密集点，赶快先进来，在没有发生危险之前，赶快先进来。澳洲前总理 Morrison 警告说，习近平真的2027要打台湾是真的所以台湾要在72小时就重创敌军，敌军打来把他打败，打回去，让他抱头鼠窜72小时就要达到这个结果那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准印太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了他说台湾军费应该占 GDP 的10%，那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我们要逐步到5%。各位，5%就是以今年3兆的预算，5%就是1兆2000亿10%就是2兆4000亿。换句话说，你3兆的这个整个中央政府总预算，80%都变成国防预算了那林非凡投书外交事务说呢，绥靖是没用的，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这个才有用那媒体是说呢，川普现在想要的是大交易，赖清德能等到吗？川普真的能救赎你吗？我们看一下。国防部9号公布年度国防报告书，开章篇幅叙述区域局势，也点名不少区域国家已透过演习强化因应，指示台湾未来要如何合作，争取与我们在情报分享以及治安防护、反制灰带行动与认知战威胁等领域实施安全交流互动，共同建构这个区域防卫的机制。国军跟特制图表统整，从2023年9月起，共计共建扰台次数以及过去对台军演的契机。随着双十国庆即将登场，共军目前有异状吗？ So I spoke to the need for Taiwan to refocus on mobile asymmetric denial, survivability, and mobilisation readiness. I noted this especially required enough stocks to inflict crippling losses on amphibious forces within the first 72 hours. 毕竟要严防首战及中战，莫里森也关切台湾能源。华尔街日报则揭露，美台智库曾兵推指出，中国若利用执法或检疫拦查航向台湾载有天然气的船只，台湾的天然气库存可能在11天内耗尽。说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战备的这个能力
存储的能力，那这个包括油量，那 LNG 的这个相关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另外的因应的计划，但因为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做详细的说明。是说老实话，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些能源可以做因应。有专家建议，核能发电以确保我国能源韧性，只是这时间点政府仍未直接松口。来自涵。我们看到这个国防报告书里头，还是强调快速的战备应变，还有不对称的战法。其实基本上是延续着过去的这个整体的防卫的这种构想，包含了像是战力保存，然后不对称战力，还有传统战力等等。可是呢，这些都不脱吓阻，还有呢反制中共的军力渗透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另外呢，针对这些灰色的干扰呢，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反击，还有在第一阶段被攻击之后，能够维持适度的战力。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些新闻，我觉得某种程度都是在呼应现在包含了国安会或者是国防部未来要针对军事采购，去针对这种不对称战力，可能会提高相关的国防预算去购买一些比较小的这些武器，然后来达到反制或者是吓阻的效果。可是只有这样子够吗？刚刚我们看到的新闻里头，除了这个军事的采购提升不对称战力里头，还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全民防卫、全民国防。可是这个东西过去就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再来说了，像是能源的战略，到底台湾的能源战略在哪里？其实美国也一再强调说，在核能的部分也是可以跟台湾进行合作的。可是赖清德总统似乎置若罔闻，完全没有想要朝这方面来合作。而当这些很多的智库提出来说，台湾的天然气的存量绝对是有限的，而且呢本来就是这个传奇过来，你就是只有11天，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来反驳反制，你没有任何的想法。而且呢，台湾的这个能源呢，其实不能够就是过分的依赖天然气。可是赖清德政府还是不愿意面对，他只是要一昧的去提高这个国防采购的量能，提高国防预算。可是这是不是能够真的换来和平的保障？其实我们从刚刚前面2节提到的，包含了是像以哈的冲突，这其实就是川普的一场秀。川普呢，过去每一次都利用这些国际场合在垫高自己。刚刚看到了，当他拿到了这个川普拿到这个所谓的和平协议的第1阶段的时候，那个喜形于色的表情，还有他未来要飞到这个中东去的时候，还要预计要在以色列这边进行一场演说。这个演说到底是真正的和平的基础，还是为他个人在垫高？如果他真的能拿到那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个诺贝尔和平奖上头也是沾满了鲜血。所以我觉得台湾必须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在强调全民国防的时候，不是只是提升国防的战力而已，还有全民的防卫，还有这些经济跟我们的这个能源都要一并的考量。另外就是不要过分的去媚美哈，就是像这个赖清德总统前几天呢，甚至是好像亲手要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奉上，一昧的去屈从美方，却忘记了去这个兼顾国际间的这个动态平衡，其实只是把台湾给做小而已。瑞子。我想刚才因为谈这一题的时候啦，确实天然气对台湾的封锁，在战略上考量，确实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哈。那所以很多像刚才志涵讲到说，那谈到这一题，很多人都会直觉说，那要不要再重新检讨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啊？很多人就会说，那是不是要开放核能？那我觉得大家务实来谈这一题，就是说，如果你站在分散能源的角度，或许核能是一种选项，但是核能真的可以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吗？大家也知道说，核3你要开放，也不过就多6%。另外，就如果核3要重启，它也不是说今天可以重启，也不是明天可以重启，它至少会有一个8到10年重启期筹备阶段。那台湾在这个8到10年的这个当中，那我们只能单靠重启核4这个议题就可以救我们这个分散能源这件事情吗？我想这个是不足够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看这题应该要是更务实的回来看。刚才其实顾立雄部长也有提到，第一个，我们的战备油料是不是足够充分？我们是不是要多增加这个战备油料的采购，而且要分散地方去储备？另外，再生能源也确实要在现在就要开始逐步的达成我们的目标。民进党的目标是希望逐渐达成20%。好，那如果就我印象所及，国民党的能源政策白皮书是希望再生能源可以提升到30%。那我们都希望来务实的来看这个台海目前现在的风险。那其实这件事情是很现实的，是不只是台湾受到影响，为什么现在日本的右派保守党会开始崛起？就从2022年开始，中共的军机扰台，
军舰扰台对象不是只有对台湾，其实在日本像是它的宫古岛海峡跟韩国对接的对马海峡，也都发现就是比起以往是高过好几倍军舰的这个侵扰。而且甚至是入侵到他们的这个海域当中哦，那所以这个日本就是有发现，事实上目前的国际情势就是在变化当中，中共的军事的布局也是在变化当中。所以刚才这个志涵有提到，就说那如果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局势，我们到底是要继续跟中共做朋友，还是要跟美国做朋友？我提这件事情，并不是这是零和游戏啦，但我们要去思考是说，站在现在台湾、日本整个东亚其实都受到军事威胁的同时，我们究竟要采取跟谁来当朋友，而不是单纯的用意识形态来做决定。去一下再回来。回答，大家都在抢总部，亚太总部，台湾起码5个县市在抢，哦，马来西亚也在抢，哦，这个印度也在抢，大家都抢，希望亚太总部设在他那个地方。那台北市原来呢，他看上了新光人寿的 T17、T18这2块地，要3公顷以上，哦，那但是呢，台北市政府可能有一点跟新光人寿之间有一些合约的问题，那。这个辉达的律师就写信给中央，说希望你这个中央政府来解决哦。一方面呢，也给台北市下马威，你不要以为我非在台北市不可，我这中央出来解决，所以他们也会运用这个政党之间的微妙的关系。而且赖清德说，行政院出手啦，中央我们能帮的一定全力来帮啊所以呢说不仅是台北啦，全台湾土地，因为只有中央能够去盘点全台湾的土地嘛那另外呢，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就盘点全台湾5个地方，包括松山南侧、新北林口、这个台南市的平石园区、中央广播电台原来的发射站，还有高雄亚洲的新湾区那5个地方但是呢，他最喜欢是 T17、T18，原来已经看过了嘛所以呢，龚明鑫说其他算备胎了。真的不行，也只好找别的地方那另外呢，说呢，蒋万安说已经也这个带着他去看地了，说不管啦 ，T17、T18、T12，或是呢松山南部的营区，只要在台北就好了在哪里都没关系那李四川说，松南营区有6公顷的公有地，地很好因为你不是要3公顷吗？我有加倍6公顷呢。陈其迈说，高雄205兵工厂要盖大巨蛋吗？这个地很贵优先给回答205兵工厂我去过，我很多年就去过那这个所以呢，现在说辉达用地已经变政治化了，哇，政治在角力，剑指蒋万安，蒋万安如果不给，对他政治的这个前途有影响。这么好的重要的这个 AI 产业，你台北市居然留不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尤其到外国更惨那所以呢，现在说埋了政治伏笔，而且牵动2026年的地方选举所以哪地方抢到了，可能就是加分那另外呢，李四川副市长说呢，说只要落脚台北市，是蒋万安也是赖清德的政绩嘛，你中央干嘛来抢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不对？是只要台北市也不是你中央的管辖地方吗？你干嘛一定要在别的县市呢？李四川真会讲话。蒋万安市长也是政绩赖清德的政绩问题是赖清德搞不到，只要我的你根本不要给你的政绩那李四川说，这个也许将来会跟新受解约只要跟新受解约以后，我们就可以重新这个立约了。但是问题，新受说解约可以这段时间的这个我原来给你的30亿先还我利息加进来然后未来50年我估算的利104亿，加起来140亿你都给我。140亿，不要说114亿，台北市政府也不敢敢给你14亿的利润，敢给你140亿，怎么敢呢？公务员去坐牢去了，吓死了尤其柯文哲现在被关起来，更吓，公务员怕死了那黄润勋说，英特尔当时花了33年想干掉我们，现在我们变成恋人了，哪有什么永久的敌人跟永久的这个恋人呢？没有，随时会改变的。我们看一下。
也会尽力帮忙履历一下他的这些条件是不是相符。因为这北市科 T1718辉达新售何以解约卡关，如今经济部收到辉达来函列出5处的备案清单，其中面积4到5公顷，超过130家大厂新创群聚的高雄亚湾，成为南台湾的主要选项。那我觉得选择高雄未来的5年、20年，这个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不过辉达依旧心系台北，因此市府方面除了提供 T12这个选项，跟国产署也有默契，建议辉达考虑松南营区。我们很早之前也都亲自带辉达去看过松南营区，那中央也说会全力的协助跟帮忙，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辉达能够落脚在台北市。以防万一，国产署盘点给辉达的5处国有地，还包括新北林口国际媒体园区与台南的平实营区、台南安南区的央广发射站、天马电台原址。You know, our chips are quite special, and we're running really fast. We're the only company in the world today that builds all of the chips inside an AI infrastructure. They're a really good company, and we take them very seriously, and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keep running fast. I think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uild-out, beginning of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And it's going to be exciting times. 这场抢救辉达大作战，从北到南，虎视眈眈。我做过议员，怎么看？就我的立场，我当然希望辉达最后还是花落台北市啊。因为这件事情，今天有媒体问我说，委员，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中央在卡地方啊？那我必须讲，就是我所了解啊，中央其实这次真的没有在卡地方，但是呢，就是因为 T17、T18 现在出现了一些卡关的争议，那个卡关是主要就是来自于新售啦，新售真的是有点狮子大开口，现在就说不管是台北市要帮他一合约把它买回来，好，或者是说要这个。因为现在内政部也同意说，那这样就说可以让他直接移转给一个特定的企业。现在看起来内政部也愿意来做配合。那可是问题是，就是在于新售，不管是对台北市政府也好，或者是对这个辉达也好。就是这样子，它就是除了你30几亿要还给我之外，那另外要加104亿。那这个部分那个金额，不管是市政府或者是辉达都很难以接受，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一个喊话啦。那没错啦，新售你是上市公司，你要对你的股东做一个交代。但是啊，就说你现在开出来这个利益太过庞大。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有卡关争议，现在可以看起来中央啊，包含什么内政部啦、经济部啊，都主动说我们愿意主动帮忙啊。你看赖清德都发话，所以呢，其实川北也是你说他很有智慧啊，那他讲的也非常好，这个格局很大哈。所以你今天如果这个落脚在台北市。当然说是蒋万安功劳啊！以现在来看，你们中央就是也有在协助啊，所以也是你赖清德的功劳，所以你并不需要抢功啊。所以我刚才讲说，对我来讲，我还是希望能够辉达那个花落台北市。那现在有几个地方，不管是 T12。或者那个松南营区，松南营区在我们民生社区啊，今天就有一些人赖给我，好高兴哦！啊，对不起，正好是我的选区啊，就很高兴啊。现在只要辉达能够到什么地方啊，旁边的人都欢欣鼓舞啊，好，希望你能过来。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一次对台北市来说，我们当然希望还能够掌握辉达。现在看起来他的首选仍然在台北市，那我们也感谢中央各这个部会呢也愿意来做协助，大家一起来帮忙。不过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有个关键点人物就是新售，所以我觉得新售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因为这个喊出来，真的这些公务人员很害怕以后会有官司啊。刚才那个赵大哥讲的没有错，台北市政府现在尤其很多都发局的，我还有一些这种选民服案说，以前柯市府时代同意的现在不给你同意，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前朝同意的现在就不同意啊？弄来弄去都是现在都很怕，到时候又被剪掉，说你图利啦、贪污啦，所以我觉得就说像这些案件当然会影响公务人员的心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既然AI 产业是国家的重点产业发展的目标，我觉得大家一起来配合。桃园也在抢。
我们张善政比较善体人意哈，他说我们鸭子划水啊，那他说当然就是在台北市宏伟很开心嘛啊，那但是我们张善政上也是说，那因为这个惠达有很多员工其实都住在台北市了，那一开始也都说这个留在台湾，我想我们这个举国欢腾，那也选在台北市，当然还是希望顺利进行啊。不过我还是要讲，真的如果说要考虑桃园的话，我相信张善政是准备好了啊。那当然，洪威刚刚讲这个新售应该是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扮演最大一个，刚好卡在这个地方。不过因为蒋万安他很坚持，他就是要守法。担心害怕有图利的问题，因为金华城这个事件以后，我想其实全国所有的县市首长、公务人员其实非常的战兢兢，已经到了非常 over 的地步了哦。那个当然新售的意思是说，我不能背信啊，我有股东啊等等哦。但我反过来想，我觉得新售这个问题其实反倒会比较好解决一点，那就看他愿不愿意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辉达他总部设在台湾，留在台湾，我想这个不但是我们整个全国的国人开心，而且都在关注。事实上，全世界也都很关注这件事情哦。但从宣布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快要历经5个月的时间了，还卡在这个地方。那甚至于现在，因为卡着就卡出了一些所谓的这些政治角力啦，谁要收割谁啊，谁要卡谁啦。我觉得把它复杂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辉达来说，其实我觉得他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变得比较紧张。那全世界在看这件事情，用什么角度看？我觉得对我们都不好，所以应该是尽快去把这个事情去解决哦。不过我回应一下哦，因为刚刚那个魏子有说到说这个能源哦，我想这个能源自主，其实在我们这次看到，中国它其实现在未来说武力犯台的这个形势，现在要改这个封锁战，其实很久以前就在讲了。那我相信其实以这个这个赖清德的高度，应该赶快早做准备。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像不是口号哦，那就是一些就是不着边际的一个做法哦。那能源政策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检讨啦哦，因为我们知道这97%的能源进口现在都靠海运，那如果一旦影响了，那我们只有天然气啦，或者说我们现在只有这个靠进口燃料，那完全把这个核能看成是一个好像很魔鬼的一个选项。我觉得这对于未来我们不管是国防也好，我们能源自主也好，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啊哦。再加以现在我们整个国防要谈的哦，我再一次讲，不是只是要大家有信心，要叫大家这个有看口号，而是怎么样去展现一个韧性，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对，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有关于 NVIDIA 的总部要不要留在台湾的哪一块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当然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我觉得洪威刚刚讲的是，我在看的时候，其实中央也有说要把这个松南的这块地要释放出来，所以听起来没有说是独中啊，就刻意说要排除台北市啊。那更何况坦白讲，这黄仁勋已经讲白了，他就是希望是在首善之都，在首都台北啊。所以目前我觉得应该还是要 NVIDIA 自己本身的意向可能会来得更重要。但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要只是谈这个小政治，就对台湾来说，当然你说 NVIDIA 落在哪一个县市，这个县市的首长可能觉得很有光荣，当地的话呢，可能这个房价、地价什么都会炒翻啊，这个翻一翻，翻两翻，可能翻更多翻啊。但重点在于说，你不觉得台湾很多事情我们讨论到现在很矛盾吗？就一方面你希望把辉达的总部这个能够延揽过来，那这总部我相信可能不只是一个行政总部而已，可能也包括资料中心，也包括云端中心等等。那所以你一方面又希望他来，一方面你就把台积电打算送过去。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矛盾，就是说你到底希望我们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产业链是到一个什么样一个成熟的地步、完整的地步？你一方面看起来的话呢，敲锣打鼓要这个 NVIDIA 好像你很关注，但二方面的话呢，你又把这些虽然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我们的政府说不会是55波送过去，不会是55分，那不是55分是64分吗？是73分吗？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如果它真来的话，那你要不要用电？大家已经说白了嘛 ，AI 即电力，电力即国力，不是这个样子吗？算力即国力。那所以当你要把这个NVIDIA 争取来，你希望更多的这个大的科技巨兽都来台湾设总部，你偏偏又不去讨论我们刚刚讲的电力问题。我觉得这昨天的顾立雄在立法院真的是很糟糕。你明天被问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台美之间的智库，在讲到有关于天然气不够，可能会因此而限电，这是一个台美之间最可能发生台海危机的一个中国大陆封锁台湾的方式。你回答什么？你回答油，你回答自然饮水，饮水可以储存7年到
5年到7年，那饮水机可以发电吗？可以发电吗？那油可以发电吗？就人家问你，哎，你回答 B， 所以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你不愿意面对天然气可能不够，因此可能必须要限电，造成的一个危机。那请问你限电的话，那你认为 NVIDIA 在台湾，他觉得放心吗？他觉得安心？他觉得保险吗？就这些事情都是交错在一起的，你不能只回答一个问题，不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或者说独中某些简单的问题去回避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好，我想从这个 NVIDIA 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件事，就是台湾的政治恶斗真的太严重。确实，就像几位说的，其实，在台湾很多的公务员都不敢做事情，这个我们等一下说。但是，首先还是要呼吁一下，新社真的要有社会责任哦，因为新社它不只是一间企业而已，台湾好，你们才会好。所以，如果在现有的状况之下，双方合意解约，拿到一个这个比较合理的解约金额，那未来呢，把整体的这个台北市哦，包含这个这种 AI 的产业整体发展起来，我相信呢，对于新社来说，大家也会非常的鼓励。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的政治呢一直如此的纷扰，其实也增添了很多产业到台湾来投资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在这里还看到很多的民进党的议员，包含像这个简舒培议员哦，他就在攻击柯文哲，说呢柯文哲当初建租了这个北市科。我在这边要严重的驳斥像这些这种民进党议员这种造谣的行为，因为老实说，当时呢那2块地是 T17跟 T18是没有人标的，他是标到第3次的时候，新售呢才去标，那其他前几次他们都是去标 T16，也就是说北市科过去那一块的荒地，在柯文哲任内好不容易把这个基础的建设做好，然后呢把很多的设施改善，把这个道路交通都做好，把它规划好，希望大家来招标，结果现在反而呢过去做事的人要被诋毁成说，哦你们是在图利星光，因为过去呢在炒这个金华城的时候就一直在说这个柯文哲在这个图利星光，用这个图利的这种罪名扣在很多的公务员身上，就让很多人不敢做事情。我们真的希望借由这一次把这个政治恶斗的这种恶风能够尽快的消除。就现在回来。